你怎么来了？路过，看到灯亮着，顺便接你回家。哦，那你得等我一会儿，要不然上来坐一下。你忙你的。墙上这些都是你画的？对啊，是不是还不错？画的挺好的。等等，你居然还会夸我？你受什么刺激了？该不会是在现场被导演骂了吧？开什么玩笑？我会被骂？也是也是，谁敢骂你呀，对吧？只有像我这种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才会今天被店长骂，明天被客人骂。对了，回家还要被你骂。明明是我们两个互骂。也是，反正我赢的比较多。你在外面经常被骂吗？是呀，哎，反正也习惯了，无所谓。所以说你们女人就会窝里横，别人骂你你就骂回去。你在这里数落我的时候，不是挺能耐的吗？那哪能一样呀？工作的事儿可是很复杂的，骂回去就能解决问题吗？只有小孩子受了委屈才会哭会闹，需要人哄。大人的世界哪那么容易啊？那你喜欢这个世界吗？有时候喜欢，有时候又不喜欢。这么说吧，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时间还是很艰辛的。可是当你发现艰难的不得了的时候，还是有一小部分美好可以留住你的。画完了吗？快了，快点画，画完陪我去个地方。可是现在已经很晚了，我明天还要早起呢。我付钱。那好吧。你看，当你愿意付给我钱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刻。扫码支付可以吗？想得美。别光自己喝呀，你到底怎么了？我只是觉得，以前刚出道的时候，没有话语权，每天被人家挑选，心里想的是，要是红了就好，红了就有话语权，就可以随心所欲，想干嘛干嘛。可现在好像是红了，却没有想象中那么自由。就像坎迪说的，逃了又能怎么样？最后还不是要回来。我就像一只被关了很久的鸟，以前没自由，现在有自由了，翅膀却老化了。你应该是从剧组逃出来了吧，受了委屈，闹罢工，然后心想自己还要回去，就特别悲伤。你这个女人话为什么这么多？被我猜中了。别生气了，明天就赶紧回去吧。你要知道呀，你的这种不自由呢，是因为被需要和被期待。你要珍惜这一段来之不易的情感。可是衣服坏了，回不去。衣服哪儿呢？啊，这个简单，这里收一下，再弄一个胸针就可以了。你帮我拿一下我的工具箱。你要在这儿弄啊？这儿怎么弄啊？
这是什么？我总是在指甲上画画，就发现这种微缩的图案别具美感，所以啊，它不只可以出现在指甲上，还可以出现在别的地方。所以我就尝试着做图，做了一些胸针、耳钉，还有戒托之类的。你可是第一个用上的。哦，对了，你那个角色叫沈病是吧？他好像喜欢塞尚，那我就在上面画一个类似的图案，你觉得怎么样？你怎么对我的剧本感觉比对我还熟啊？是因为林天诺吗？算是吧，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所以他想表达什么，我一眼就看得出来。我不要你弄。怎么了呀？小孩子一样，吃醋啦？吃什么醋？我就是因为林天诺才排不下去的。我觉得他公报私仇。你们能有什么私仇啊？没什么。他这个人吧，就是爱较真儿，小时候就是这样的，只要一做起自己的事情呢，就六亲不认。但我觉得还好呀，不坚持自己的想法，哪有什么个人风格呀？再说了，你不也觉得他很有才华吗？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有才华，所以我才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才华。你当然有才华了呀，我觉得你演的超好的。说的像你看过我演的戏一样。我当然看过了，你演的电视剧我一部都没有落下过，全看过。那你说，你最喜欢我演的哪个角色？我最喜欢的还是《假如我不是我》里的苏先生，虽然那个是你早期的作品，演的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但我觉得你把那种小人物的挣扎和无奈，还有当时环境下的爱而不得全都演出来了。我当时看得特别心疼，看到你从轮渡上离开的时候，我都哭了呢。真看过？你还不承认？你就是喜欢我，对不对？快，是一涵，赶快过去啊！他是这种紧张情况下，你要想要拍一下整个剧组，你看这种局势吗？这种局势吗？当然离开整个剧组，离开会给剧组带来多大的损失呢？请问一涵，你为什么会突然离组？跟导演有什么矛盾吗？听说你昨天在剧组跟人打了起来，是真的吗？真的吗？先生，都没有回答。这场提前做了准备。一涵先生，你快说两句。听说你们昨天在剧组打了起来，是真的吗？是林天诺。对昨天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各位媒体朋友，请听我说两句。首先呢，易涵先生并没有罢工，更没有贸然离组。其实自从余生剧组开机到现在，易涵就表现出了非常高的专业素养，也很敬业。所以昨天流出的一些视频花絮，只不过呢是我们在现场非常正常的探讨一些业务上的问题，希望各位不要断章取义。其次，也很感谢大家这段时间以来对余生剧组的关注，请相信，无论是我还是易涵，我们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这部电影，尽快呢给大家交上满意的答卷，以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来了，快坐。突然叫我过来，什么事儿啊？你这么紧张干嘛呀？我只想找你帮我小忙而已。啊？你做的？嗯。我之前呢一直觉得美术上好像缺点什么东西，看到这个胸针我才知道，是绿色。整体色彩搭配上面缺少了绿色，所以呈现出来的画面效果都会偏灰偏红。你怎么会想到用这个？这是塞尚啊。塞尚？哦，我看了剧本，沈碧喜欢塞尚。你可别蒙我。我记得剧本里面确实有提到过他喜欢一个画家，但并没有说是塞尚。有的，我记得有一场戏说的是他们去出游爬山，然后沈碧提及这里很像他最喜欢的画家笔下的世界。后来我就前后看了一下，大概就是圣维克多山。不是塞尚是谁啊？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的是。没想到你比我研究的还清楚。你呢，的确很有审美的天赋，一看就能看出问题来。所以我现在找你来呢，希望你可以帮我看一看我们这些主创的身上还有没有可以锦上添花的地方。当然了，不会免费。哎呀，能帮你最好了，还提什么钱呀？提钱就太见外了。谁说不收钱的？肯定得收钱啊！你不是最爱钱的吗？我收多少我们商量一下，告诉你。这就是你说要回归各自的生活，难怪要跟我公开宣布分手，就是为了林天诺。你能不能不要胡搅蛮缠啊？天诺哥哥只是让我帮一点小忙而已。那你为什么不收他钱？在家你给我倒个水，你都要收我钱，到他这儿提钱就太见外了。你是不是喜欢他？我跟他认识几年了，跟你才认识几天，能比吗？你的意思是他比我重要？对，而且重要的不是一点半点，他比你重要多了。好，我知道了。你在我心里也一点都不重要。神经病！看什么？画呀！你行不行？你要行就画，不行就换个能行的人来画。我去换一个粉底。怎么啦？火药味这么重，走开！你是不是跟悠悠吵架了？不关你的事，走开！怎么不关我的事儿？你可是我男朋友的姐姐的男朋友，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什么事儿，让我姐帮你解决。我问你啊，你在什么情况下会对一个人发脾气啊？我好像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发脾气。那我换一种问法，你什么情况下会想一个人？那得看是哪种情况了。你比如说，我遇到麻烦，我会想到江凯；我想吃西湖虾仁，会想到我们家阿姨；如果我没钱了，就会想起我爸。那要是完全没有情况呢？那就是喜欢呀。你就像我对陆明，我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想他、想他、想他。喜欢？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呢？你喜欢别人啊？你自骗悠悠！你渣男，出轨！什么？不行，我要讨厌我姐姐。哎，等一下，悠悠现在还被蒙在鼓里，你一个电话过去，他俩就真完了。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我不管，我不能让那个人渣继续骗我姐。别着急，其实据我观察，叶涵对那个人的感情还属于萌芽阶段，很不牢靠，所以只要我们进行合理的引导，还是有胜算的。
怎么引导？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剧？那部剧里有一集，男主角在2个女生之间徘徊不定，他非常难做抉择。后来他的朋友就告诉他，你把2个女生的优缺点都列出来，这样子该选谁就一目了然了。我怎么可能喜欢裴悠悠呢？我要喜欢也是喜欢坎迪这样的，对，坎迪这样的。坎迪怎么会有缺点呢？真是搞笑！我真是脑子进水了，才会相信染子书写这种东西。我一点都不喜欢裴悠悠，我喜欢的人是坎迪。那晚只是个意外。我现在就要打电话给坎迪，约他明天晚上出来吃饭。喂，你在哪？哦，不是，你在干嘛？我在看剧本啊，有一部新戏找你，男主角是一个科学家，题材还挺有趣的，所以我要了10集剧本，先看看。走来走去干嘛呢？一涵，哎，在，我在。喂，天诺哥哥。啊，我没事啊，你说。又是林天诺。一涵，一涵，啊，怎么了？你到底在干嘛呀？啊，没干嘛，我就想问一下，明天晚上你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好啊。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晚上老地方，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要上厕所。对，我都看过了，我觉得挺好的。哦，对了，我给子舒做了几个小饰品，有戒指啊，还有耳钉什么的。行啊，没问题。明天我们不是一起吃饭吗？到时候我拿给你。那咱们福源家常菜见。裴悠悠他们人呢？差不多了，就这些，下单吧。好的，谢谢啊。
怎么突然想着换餐厅啊？一涵，你怎么了？这家餐厅虽然有点吵，但是菜的味道还不错。服务员，哎，我点过了。是吗？你是不是遇上什么事儿了？孙青青拿到了我和裴悠悠的合同，她知道了我们两个的事情，还试图威胁我。什么时候的事儿？3、5天前吧。那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我不想像个没断奶的孩子一样，一有事就找你。我是个男人，可以自己解决问题。所以，现在解决了吗？还没有。那你打算怎么解决？我想在事情曝光以前，先和裴悠悠结婚，这样如果有流言传出，也会不攻自破。那关键悠悠答应吗？他想趁着孙青青还没有曝光，直接分手。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悠悠了吧？没有。拉倒吧，你打开自己手机前置摄像头，看一下自己的表情就知道了。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你心里怎么想的，全在脸上写着呢，就你自己看不见。坎迪，其实我说出来啊，说你爱他，根本就没有裴悠悠什么事，你只爱他。我知道你想干嘛，别为难自己，心里装着一个人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对别人表白的。行了，这个饭我先不吃了。总之呢，分手跟结婚都不靠谱，这件事情你们两个就别管了，我来处理。至于你个人心意的事情，我帮不了你，这得靠你自己。大伟，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这几天一直在找你。开个价吧。不用，我不要钱。比起钱，我更想看他们两个永远翻不了身。你能做到的，对吧？这个是当然。你去哪儿了？你神经病啊！大半夜坐在这儿不开灯，你想吓唬谁呢？你也知道现在大半夜了。哦，我这不是给剧组做了一些小饰品吗？没收钱，天诺哥哥就说请我吃顿饭。这件事你不是知道的吗？那为什么临时换餐厅？你怎么知道呀？因为我在那儿等了你1个晚上。啊？今天晚上，我本来是约坎迪吃饭的。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我和他的状态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不再是那个永远需要他收拾烂摊子的孩子了，所以我决定再试一次。我选了他最喜欢的西餐厅，
甚至还准备了礼物，想认真和他表达一次。也许这次他就会答应我，也许会考虑接受我。这样就像你说的，我们可以回到各自原本的生活中去。然后呢？他答应了吗？然后我鬼使神差的把餐厅临时改到了一个吵吵闹闹的中餐厅，因为我偶然间听见你和林天诺会约在那里。在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你和林天诺在那儿。我们在那里坐了半个小时，直到最后一秒他起身，我都没有办法跟他说出表白的话，因为我只要一想说出我爱你，脑子里浮现出的就是你的脸。哎，一涵，你又在捉弄我了。没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在我心里就不一样了。也许是你第一次劝我接下沈并这个角色，也许是你点醒我，让我看清我和坎迪之间的关系，你帮我追他。也许是那天晚上在江边，也许并不是某个重要的时刻，只是一碗饭，一个笑。原先我一直以为在这份合同里，我是吃亏的那个人。可慢慢我才发现，遇到你我是多么幸运。在不熟悉我的人的眼里，我光环加身，顺风顺水；在我亲近的人眼里，我幼稚、任性、脾气差。可你从来没有这样看待我，你一直把我当成一个人格完整的人。我做错了事，你会骂我；我看不清楚方向，你会鼓励我。我一直以为我爱的人是坎蒂，这几天我一直在拿你和他做比较，因为我想知道哪一个才是爱的。可我跟他在一起以后，我才发现，就像你说的那样，我对他是依赖，是信任，是像小朋友对妈妈的那种占有。之所以会觉得我爱他，是因为感受过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我曾经问你喜不喜欢这个世界，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在外人眼里光鲜亮丽，在我这里无聊死了。可直到你出现，让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又充满了期待。所以悠悠，和我在一起好不好？我们永远不分开好不好？好。对了，你今天晚上是不是又喝酒了？你是不是傻呀？我在和你表白呢，你能不能认真一点？我知道你在跟我表白，但这件事太突然了。你为什么会跟我表白啊？这不都写着吗？你认不认字啊？
可是这么大一件事儿，我总得多确认几次吧。再说了，解铃还需系铃人，必须找到他。密切关注媒体动态，有任何风吹草动，马上通知我。你怎么会在这儿？大清早的嚷嚷什么呀？我警告你，这是我的房间，我的床，你以后不经过我允许，不准睡过来。这是我家。还有，你也是我的。起来洗澡，带你去个地方。哎，你怎么穿了一件这个颜色？快去换一件。为什么呀？因为我穿的是白色，所以你也要穿白色。情侣之间不都这样吗？那为什么不能是你跟我换一样颜色的衣服呢？你去换一件灰色的不行吗？你觉得在穿搭方面有我迁就你的道理吗？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大好青年靠着模仿我的穿搭走上人生巅峰的吗？反正不管我怎么穿，也不及你巨星光芒的1/1000，我不去了。求求你了，就换一件吧。撒娇对我没用，说不去就不去。为什么？哦，我懂了，你是想让我帮你换。了解。走。你放开我！放开！放开！我们去哪儿？结婚。结婚？停车！我要下车。你昨天不都答应了吗？我答应什么了？我答应要永远在一起啊！永远在一起不就是结婚吗？可能不都是表白的场面话吗？再说了，这是不是太快了一点啊？是你担心孙欣欣这个炸弹随时会爆炸，而且你又不愿意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外一个谎言。现在好了，既然我们两个真心相爱，那结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还能顺便解决问题，不是很好吗？话是这么说没错了，但是你出门前你得告诉我一下呀。结婚又不是人去了就可以，还要带户口本，你肯定没带吧？放心，我拿了，你的我也拿了。没跟你说，在你睡觉的时候床头柜拿的，没关系吧？你拿都拿了，你还问我有没有关系？我现在说有关系，怎么办？那我当然得认错啊！对不起，以后这样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干了。想怎么罚，你罚我吧。白天罚还是晚上罚？哎呦！看你那个表情，又在想什么肮脏的事情了。哎呀，又在觊觎我，真可怕！啊，给你。我觊觎你？你给我停车！停车是不可能了，民政局马上就要下班了，都是因为你磨磨唧唧的，所以要加快速度。头发了，麻烦你摘一下墨镜。那个，我们能不能进去拍照的时候再摘啊？他眼睛怕光。你是怕别人认出来你是一涵吧？哎，是一涵，有什么好看的？你在旁边评论文琪吗？我不是。什么你不是？你这户口本都给我了，你要不是，我这章可盖不了。在你这儿是，
在你这是。哎，真的是一涵，快点快点快点！哎，你说，这结婚证会不会有那种防伪标识啊？就是对着光看，可以看到头像的那种。怎么，你还担心是假的呀？反正觉得不太真实。闭上眼睛，给你来点真实的。哦。这是我特地找詹金佛定做的，就是设计山海那个珠宝设计师。你不是挺喜欢他的设计吗？定做这个戒指要挺久的吧？你不是说你才发现自己爱上我了吗？果然撒谎。也不用很久，不吃不睡10几个小时也就够了。我跟那个设计师说了，我老婆特别好打发，只要钻石够大就可以，因为她特别爱钱，其他设计简单一点就可以了。我问你，这个戒指有名字吗？就类似于山海那种很仙的。有，狗尾巴。这么接地气的吗？我设计的珠宝当然要我来取名字。有一次我看北川理惠的3行情书，里面有一首特别有共鸣。哪一首？如果人类有尾巴的话，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但只要跟你在一起，一定会止不住的摇起来。还挺可爱的，是吧？不过他们说的也是人类的尾巴，跟狗有什么关系啊？对哦。那把狗去掉。倒是挺有创意的，但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别人的项链叫山海，我的戒指叫尾巴。哦，你不会在吃坎迪的醋吧？我跟你说啊，那些情话写的特别好听的，基本都是爱而不得的。山海俱可平，前提是所爱隔山海。像我们这种两情相悦，中间没什么阻隔的，不用想那么多，啊，只想着摇尾巴就可以了。所以务实一点。那种名字取得特别好听的，一般都不太吉利。这个你们看了吗？你们两个跑民政局干嘛去了？结婚啊，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是说这件事情交给我来管，让你们两个别插手吗？可我的根本目的也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啊，我是真心想结婚，顺便解决问题。结婚可以啊，但是不是应该跟我提前说一声？这不是小事儿。好。第一，合同被偷了，结婚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案。第二，我有私心，我确实想结婚，我爱裴悠悠，我想和她在一起，所以
我不想掺杂别的东西。如果提前告诉你，你别跟我说你不会写个几10页的计划书。那也是为了让这件事情最大限度体现它的价值，有错吗？没有错，可这并不是我的本意啊。入行以来，你就一直跟我说，做什么事情要深思熟虑，等在最好的时机。可这件事情，我不想等，我只想在最想做的时候做，不是最合适的时候做。我理解你的想法，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旦孙青青曝光了这个合同，人家大可以说你们连结婚都是假的，这个事情整个就是一个狼来了。因为你之前已经撒过一次谎，所以广告商们很敏感，公众也会很敏感，到时候就会有无尽的烂摊子要收拾，根本就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有这么严重吗？难道我们就不能说那个合同是假的吗？我们当然可以说合同是假的，我们还可以发律师函，发声明告他诽谤，但是只要人家咬死要追究到最后，不用别的，只要找个权威机构做笔迹鉴定，到时候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个事情闹得越大，我们损失就越大。那怎么办呀？还是要把合同拿回来。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在此之前，你们2个都消停点，别再给我节外生枝了。哦。想什么呢？这么入神，我来了都不知道。想合同的事儿啊，咱们那一天那么对孙青青，她已经很气了，加上现在咱们结婚的消息又上了热搜，她肯定都快气死了。我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有什么好想的呀？别想，快睡觉去吧。可是现在说不定人家都已经开始行动了。我现在只要一睁开眼，脑海中全是那些娱记们加班加点赶稿的画面，我真的不敢睡，我怕一觉醒来，整个世界都变了。有那么可怕吗？你一点都不担心的吗？我也不是第一次被爆料了，如果每次都这样的话，我早就疯了。不过这次还是有一点担心的，因为你也是当事人，这件事情爆出来以后，肯定会对你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也是为什么我当时愿意和孙青青周旋的原因，否则我才懒得理他。你果然早就爱上我了。不过没事儿，别担心，我很强悍的。那是，也不看看是谁的老婆。哎，那个，我一会儿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正好，我也有件事想和你商量。反正晚上大家都睡不着，不如做点2口子该做的事情。等等，好看吗？好看，是吧？不过会不会有点太隆重了呀？这还隆重？你看他们穿的多夸张啊！我这实在是太高兴了，最近终于有时间休息，可以开个 party。一涵跟悠悠在我的撮合之下，也终于修成正果，所以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走，我带你去见我的朋友们。大家安静一下，给你们介绍，这是我的男朋友陆明。哎，来一曲啊！上来呀，上来呀！
陆明你好，我是周欣彤，你可以叫我周周，我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周周，想死你了。老实交代，你这是去拍戏了，还是去谈恋爱的？生病。帅。不过你这部戏什么时候拍完？我下个月6号过生日，你是不是来不了了呀？下个月6号。陆明，下个月6号我要拍戏吗？有印象，现在排的拍摄日程好像是外景。那可能没办法了。不过你放心，人不到，你肯定到。你想要什么？人家不要礼物，我只想让你陪我过生日嘛。那这样的话，我就真的什么都不送了哦。香奈儿最近出来的新包，你有看了吗？限量款，好喜欢啊！行了，知道了。下个月6号，礼物肯定送到。就知道你最好了。爱死你了！石头剪刀布。你赢了，你先说，真心话还是坦白局？我只是觉得，与其想那些有的没的，不如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我们结婚也挺突然的，既然决定要一起走下去，是不是有必要对彼此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你说的有道理。那你想了解我什么呀？这样，我们先各自说一下，觉得婚姻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数1、2、3，我们一起说，看能不能达成共识。其实，我对我们的默契还是很有信心的。来，1、2、3，前任数量。这2个人在一起，当然是要看现在，看未来呀。考虑前任干嘛呀？因为我想参与你全部的人生，余生我们都要一起度过，是不是要把之前错过的都补上？之前错过的多了，那还包括童年，还包括初中小学高中，前任能占多少呀？那你万一初中就早恋了呢？你态度这么激烈，你是不是不想说？对，我就是不想说，因为太无聊了。 OK， 那我先说。你是有什么好说的呀？你前任我都知道，网上就可以查到啊。也是，我都忘了，你是我的粉丝，爱了我很多年。谁是你粉丝啊？你看，你看，你看，不承认是吧？等着。干嘛都要翻我东西？我找户口本的时候看到的，整整1箱都是我的周边，你还说你不喜欢我？那都是读书的时候不懂事儿。你可以看一下这日期，之后再也没有买过了。为什么不买了呢？因为没兴趣，不喜欢了。我看你是因为没钱吧？我就是不喜欢了。为什么不喜欢？因为你刚出道的时候很好呀，又乖又听话又谦虚，而且出的歌也都很用心，不像后来。后来怎么了？后来不是挺好的吗？我们不是结婚了吗？这足够证明问题。这还差不多。好了，你到底有多少男朋友？我没谈过男朋友啊。你当时帮我追凯迪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你很有经验。10个。这么多。我说没有你不信，说10个你又嫌多，要不然你给我说个准确答案吧。你只要记住了，我是你最后一个就行了。行了，我要了解的了解完了。这里面呢有我常用的银行账户，工作室的账户呢一直是坎迪在帮我管。这有什么电影合同啊、唱片合同啊、演艺合同啊，还有公益啊、广告啊，反正都在这里面，各种代言，你自己看吧啊。正好这上面呢都有详细的金额，你可以帮我核算一下我到底有多少钱，因为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啊，还有一些投资什么的，都是坎迪帮我弄的，你看一下吧。行。这么多啊！
是不是觉得你老公很有钱，赚到了？嗯。等等，可是我除了这套房，我什么都没有了呀。不对，我连这套房都是跟你借钱买的。哎呀，什么借不借的？我们现在都结婚了，这个呢叫夫妻共同财产。怎么了？你别提那句话。共同财产？前面那句。夫妻？为什么不能说啊？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啊。不好意思啊，我可能暂时还不太能接受这个太严肃的关系定义，太飞跃了，你懂吧？我还需要点时间慢慢适应适应。我为什么就不用适应？哼，难道是因为我常年拍戏，所以现在太容易进入角色了？没事儿，我适应适应就好了。我来帮你克服这个困难。我们先建立一个安全语境，怎么样？来，先试着叫一声老公。啊。不行不行，我实在叫不出来。我们还是数钱吧。刚数到哪儿了？行了行了行了，就是你欠我的钱都不用还了。我的天哪！我早知道早点嫁给你了。怎么啦？不习惯这种场合？没有啊。你要是不喜欢，我让他们现在就走。不用不用，真的不用。那你怎么了？我知道，是因为你姐是不是？热搜我看了，他俩去领证是好事儿，干嘛愁眉苦脸的？下一个。我就觉得事情来得太突然，心里面有点不安。姐夫昨天不还惦记别人吗？那个人现在怎么样？解决了吗？问题很多。那你要是真的担心的话，你就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呗。我不想让姐姐觉得我在干涉她，毕竟都是她的选择。我知道你从小在国外接受的教育呢，都是要尊重他人，但是在国内呢，家人之间互相关心也是传统和美德，所以不会有人怪你的。那我打了。去吧。哎，看在我这么善解人意的份上，加10分好不好？加5分吧。那再加一个亲亲。哎呀，这个时候打电话，哎，完了完了，我算到哪儿了？是太晚了吗？嗨 Hello， 有事吗？没事就不能跟你聊聊天了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真可爱。你什么星座的？狮子座。真的吗？我是射手哎，我们都是火象星座，看起来特别合哦。你不是下个月生日吗？怎么突然就变射手座了？因为下个月那个包包就上架了，我12月份过生日的话，就没货了。你骗子叔说你下一个月生日就是为了要那个包。这也不算骗嘛，何必讲那么难听？我只不过提前收礼罢了。他把你当成那么好的朋友，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呢？如果他真的把我当他的好朋友的话，就该记得我的生日，不是吗？
他付出价格昂贵的礼物，我给他一份热闹的友情，大家各取所需，就别太计较了。我跟他相处多年了，他身边的男孩我见多了，别告诉我你跟他在一起什么都不图。一会儿我们找个借口先离开，我带你去个更好玩的地方。来喽！止住！我有点不舒服。你没事吧？那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在这睡就行。在这儿会不会太吵啊？是有一点啊。这样吧，你让他们都走吧。这样就是。都几点了？要不明天再弄吧？哎呀，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休息了呀？要不然我回去算。我看你不是怕吵到我休息，是早就想溜了吧？不是说好了吗？给我一点时间。没关系，就在这算吧，我陪你。反正我这次演个配角戏也很少，明天又是下午才开工。你为什么会在黄山买房啊？不知道，都是坎迪帮我弄的，大概是为了投资吧。哦，吃醋了？没有啊。不过，我就是奇怪了，为什么你喜欢了坎迪姐这么多年，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那你希望我怎么回答你啊？难道要我说，并没有说不喜欢就不喜欢，而是心里一直给他留一个位置？你敢？我知道了，裴悠悠，你是不是不自信啊？谁说我不自信了？我是对你不自信，怕你整天朝三暮四的。别看现在这么喜欢我，说不定哪天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坎迪姐是我的前车之鉴，我必须得好好想想。你和他不一样。那，你爱了他10年，你打算爱我多久呀？一辈子。口说无凭。来，那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不用，我会，来吧。行。我，易涵，在这里向所有人保证，我会爱裴悠悠一生一世，无论心灵还是肉体，都永远忠于她。除了孝敬父母和做公益之外，挣的所有钱都给她。虽然这么说完，我感觉自己脑子像进水了一样，但是我不后悔，我一定会努力做到的。哎呀，脑袋进水那句别说了。不行，如果没有这句的话，这一整段话显得太过于严肃与肉麻，根本不是我的风格。别人看到以后会觉得我被绑架了，会要求我眨眨眼。行，那咱们保一条，再来一条。哎，裴悠悠，你太可怕了！你什么时候学会保一条了？林天诺教你的？我刚忘了问你了，林天诺是你10个男朋友里的其中一个吗？是吗？是不是？
不是。对不起，是我不好。他们再怎么说也是你的朋友，我不应该这样发脾气，搞得场面那么尴尬。没关系啊，东明开心就好。你不生气吗？我就是吓了一跳，觉得平时那么温和有礼貌的一个人，刚才凶凶的。子树，你真的觉得他们是你的朋友吗？当然了。你说他们那个周周他……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的生日根本不是下个月，他是射手座，生日是12月23号。你知道的。虽然他可能不愿意相信，但我真的有把他当成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怎么可能忘了他生日啊？不过，他每年跟我说的生日的日期都不一样，这取决于他想要的新款包包什么时候上市。不过有什么关系呢？反正生日迟早都要送的，早一点晚一点，他开心就好。可问题是，人家根本没有把你当朋友啊，在他们眼里，你大概只是一个活的 ATM 而已。活的 ATM 是什么 ？ATM 成精。你怎么还能笑？你不难过的吗？还是说你就那么缺朋友？怎么了？就是觉得被你看穿我的虚荣，有点狼狈，也觉得你有点担心我，忍不住有点开心。抱抱我好不好？你以前的男朋友都这样对你的吗？骗你的钱，让你相信？这就是真真假假的吧。反正只要我不看穿，就当都是真的。我不会的。我知道，所以你赶他们走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生气，因为我知道，他们说什么做什么，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生气失态，都是因为我。加10分好不好？加10分？为什么？因为我很惨呀，我没有朋友，我就只有你。好吧。这个时候是什么热点推送啊？糟了，是我姐。大伟怎么这个点给我打电话？没什么事儿，他就死定了。喂，哥，你和悠悠姐的事儿都已经被贴到网上了，现在微博都已经炸了。我现在就公布恋情，转移公众注意力。哎，姐，你已经在热搜上了。啊？什么内容啊？喂，姑奶奶，我的祖宗，那个周欣彤怎么回事啊？
她不是你最好的闺蜜吗？她怎么能到处乱说呢？啊？说什么？说你到处乱玩，男朋友一卡车。我弄死他！你快去陪陪他，别让他做什么傻事儿。你饿不饿？我煮碗面给你吃。拉倒吧，你做的东西能吃吗？怎么样？合同的事情我们暂时不予回应，避免二次发酵。麻烦的是广告商那边，他们闹得很厉害。如果我们无法尽快给出对应方案的话，很有可能面临被换掉或者赔偿。好在还有周旋的余地，所以现在这些还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什么？余生的制片人刚给我打电话，说打算换掉你。什么？电影开拍的时间不长，前期都在抢男女主的戏。一涵是配角，本来也没拍几场，现在换掉他算是及时止损。要是等到全部拍完，那就被动了。可是冉子树不是也出了负面新闻吗？一个剧组同时换掉2个演员，可以吗？冉子树不一样，人家是女1号，如果剧组换掉她的话，损失会很大。我就不一样了，而且冉子树那个事儿也没有实锤，很快就解决了。你有什么打算？无非就是2条路，要么公开认错，然后该解约解约，该赔钱赔钱，慢慢等事情冷却；要么就是打死也不认，发律师函，对方势必会拿着合同去鉴定，就由着他们闹，就算闹到法庭上也没有关系，因为这势必会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网友是没有耐心去等的。反而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热度，好好做点事情。我选第一种。为什么呀？怎么想都是第2种比较好啊。因为我不想撒谎，撒一个谎就要用无数个谎去圆，万一哪天被别人扒出来，人设还是会崩。不如一开始就真诚一点，坦坦荡荡。你想好了？好，我知道了。那我这就回去起草道歉书的文案，明天中午之前你就可以发出去了。我自己写，明天我给你看。也好，把手机关机吧，再去睡会儿。过几天想睡都没得睡了。坎迪姐，悠悠，你们先下去吧。悠悠，怎么了？我仔细想了想，还是觉得第2种方案比较好。但是一涵这个人，你懂的，任性又固执，我根本劝不动他。在专业方面，他最信任的就是你，你能不能劝一劝他呀？悠悠啊，你知道为什么他执意要选择第1种方案吗？他不是说不喜欢撒谎吗？你还真信啊？他说不想撒谎，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了，好吗？那他到底怎么想的呀？他是因为你。我？一涵他选择第1个方案，是因为他简单粗暴，虽然同样无法避免伤害，却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将事件结束，公开坦白认错赔偿，所有的流程都走完，这件事情就可以清清楚楚坦坦荡荡，不会有阴谋论，也不会陷入无端的网络暴力。可是如果换了第2种的话，那面临的将是与对方无休止的扯皮，不断掀起网络战争。但是一涵他是不怕的，这么多年过来，他也不是第1次被人黑了，他有团队和粉丝护着他。可是你呢？你有什么？你将会成为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受害者。一涵他太懂规则了，所以他不想看到这一幕发生，他宁可自己多去承担一些，去选择那个明显差一点的选项。